我被电信诈骗了，对方还盗我的号借了一圈钱。可他不知道，我那被骗钱的朋友们，有道门千年老祖，民国百年女鬼，还有唯一的帝师传人灵珠大师。这是我儿子的八字，你看他还有救吗？其他人说我儿子已经死了，可是我不信，他是我肚子里掉下的肉，母子连心，我知道他还活着，他肯定活着。直播间内，视频里一个长相秀气的中年女人正红肿着眼眶，泣不成声。网友们纷纷留言安慰她，也有些键盘侠在那冷嘲热讽：大妈，你儿子居然敢跟朋友去缅北玩，这纯属找死啊！就是去了缅北还失联了，不是被嘎了腰子，就是被虐待电击，要是被电信诈骗组织抓了壮丁，还不如死了呢。大妈，儿子失踪了，你应该去报警，找个算命主播算咋回事啊？受不了，封建迷信也得有个度吧。大妈看到这话更崩溃了，她痛苦地揪着胸口，脸色惨白。阿星，我的阿星！眼看大妈哭得快晕过去了，我快速扫了眼八字，试图找些好听的话安慰她。在国内，算命先生这行业绝对是秒杀心理咨询师的存在。你抑郁了，咨询师会告诉你是因为你童年不幸，而算命先生会告诉你这是因为你流年不利，过2个月一切都会好起来，让你对生活充满了期待。你做生意失败，算命先生会告诉你那是因为你找的店铺风水不好，不是你能力不行，是你位置没选对。你失恋了，算命先生会告诉你这不是你的正缘，只是一个露水桃花，不必在意。你的正缘要比这好太多，到时候自然婚姻美满，家庭和睦。反正一切都是命运的错，环境的错。你可以质疑鞋柜位置摆的不对，家里养错了盆栽，甚至穿错了衣服颜色，错误都是别人的，你只需向前看就行。我叫陆灵珠，是一名道士，也是一个网红主播。每周晚上我都会在直播间连线，免费给人算命。而今天连线的最后一个人，就是刚才的大妈。她儿子跟朋友去缅北旅游，已经失踪1个月了。她报了警，也想尽各种办法，可她儿子却依然毫无音讯，生死未卜。我这人最见不得人哭，不管什么八字，我都得高低安慰大妈几句。我扫了几眼八字，忍不住有些惊讶，绝地逢生，贵人难来。大妈，快别哭了，你儿子确实处于危险当中，但是今天就是他的转机，天以贵人以现，马上他就能转危为安了。这八字多金缺火，你儿子性格固执不听劝，但是他大运走得好，后面清一色的火木大运，他活个70、80岁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大妈终于不哭了，她停住抽噎，将信将疑地看向镜头，灵珠大师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比真金还真。我真诚地看着大妈，试图用眼神说服她。灵珠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啥急事啊？我给你转了500万，够了没有？宋菲菲拎着2杯奶茶，晃悠悠地回来了，还不忘递给我1杯，只是她嘴里的话，为什么我听不懂？钱？什么钱？我没有问你拿钱啊。这下宋菲菲也惊了，她瞪大眼睛看着我，你不是给我发信息说有急事，让我给你汇点钱吗？我忙拿起手机切到微信界面，却发现怎么都登录不进去。而此时直播间还开着，因为着急，我忘记退出直播了。卧槽，老子的号被人盗了！宋菲菲劈手夺过我的手机，看了半晌，才发出灵魂一击：这软件是啥？你为什么会有2个购物软件，还长得一样？我茫然地挠了挠头，我之前接到一个电话，说是这款购物软件的客服人员，他们新开发了一个版本，正在内测，想让我帮忙测试一下，测完可以送我优惠券。宋菲菲一言难尽地看着我，傻逼，你被电信诈骗了，这是一款病毒软件，可以窃取你所有的个人信息。我，道门100年一遇的天才，根骨极甲，道法大成，武功卓绝，天资聪颖，上能捉鬼除妖，下能除暴安良，道门无灵珠，万古如长夜。如此天资不凡的我，居然被电信诈骗了。66666，玄学大师也会被电信诈骗，不知道灵珠大师有没有给自己算过，命里有此一劫。散了，我本来以为真是什么大师呢，没想到啊，还会被电信诈骗。金圈太子爷孟远，还有影帝邢飞，好像都是灵珠大师的朋友吧？不知道这骗子用灵珠的号骗了多少钱，他好友好像都是大土豪。刺激，那骗子估计也没想到自己能骗到这么多钱吧，一不小心把下辈子的 KPI 都完成了。我站在那儿捏着手机，僵成了一个雕像。还是宋菲菲提醒我，我才想起来退出直播间。我下山以后认识的所有朋友，宋菲菲基本都认识。她在朋友圈发了条我被盗号的信息，让所有借钱给我的朋友都来报一下名字。被骗的钱数据很快就统计出来了，整整1.5个亿。我坐在警局时，人还是懵的。林瑞同情地看着我，灵珠，这钱怕是追不回来了，缅北那边实在是陆灵珠呢，快出来，快把老子的100万还给我。乔墨雨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，一把揪住我的领口，唾沫星子全都喷在我脸上。卧槽，那可是100万啊，是我省吃俭用辛辛苦苦不眠不休攒下来的。我摸了摸脸上的口水，还没说话，林瑞的同事走过来将手机递给了我。账号找回来了，你看一下。
我接过手机，挨个翻交易信息，上头的数字看得我触目惊心。宋菲菲500万，百合500万，邢飞1000万，梦圆2000万，就连我那向来穷困的师门都给我凑了1000万。乔墨雨500块，500块。我揉了揉眼睛，仔细看了2遍，确定是500块没错。哈哈哈哈哈哈，是500块吗？我咋记得我赚了你100万呢？哎呀，人年纪大了，记性就是不好，哈哈哈。乔墨雨叉着腰笑了一会，在我的死亡凝视下，笑声越来越小。干什么？500块不是钱啊！这500块也是我辛苦赚来的。不行，狗日的诈骗团伙，我得去缅北把钱讨回来。对，我得把钱讨回来。等我从警局出来时，师尊还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语气之严肃，让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。我门派成立至今，从未遭受过如此重创，全军覆没，真正的全军覆没。陆灵珠，你给我马上去缅北，立刻，马上！我立刻和宋菲菲回家收拾东西，还没收拾好呢，电话又响了，熟悉的声音，熟悉的台词。这次是说我中了一个抽奖，让我登录某个网站领奖。这是骗上瘾了，当我250啊！我森然一笑，你这是逮着一只羊使劲薅啊！对方苦笑一声，不好意思，我也实在是没想到能骗这么多，一般这种盗号的，骗个几百几千都顶天了。这不，组织有命令，说一定要再骗你一次，我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你敢不敢报上你的名字和八字？这要求显然有点离谱，不过对方却如实报了上来，嗓音清润，听起来很年轻。我叫杨北星，八字是某年某月某日。怎么，你还想来找我吗？这地方啊，神仙来都得陨落，你呀，只能自认倒霉了。这八字为何如此熟悉？我盘了盘手指，才发现这八字赫然就是刚才直播间那大妈的失踪儿子。所以绝地逢生，贵人难来，我就是那倒霉的天乙贵人。我愤怒地一拍桌子，喊得声嘶力竭：杨北星，你给我等着！加快速度收拾完行李，还没出门呢，乔墨雨背着个双肩包进来了。我地铁老爷爷表情看着他，乔墨雨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为了区区500块钱，你要跟着我们去缅北？乔墨雨冷哼一声，你就说吧，那500块你是不是不打算还了？还？为什么要还？钱又不是我借的。哈，我就知道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，这500块我决定自己去讨回来。和乔墨雨唇枪舌剑正吵得热闹，门上轻轻响了3声，一个身段妖娆的漂亮女孩斜倚靠在门上，朝我飞了一个媚眼。呀，好多人在呀，是我来的不巧了。嗓音柔媚中带着几分娇嗔，尾音像带了钩子，听得人全身一酥。我和乔墨雨顿时停下了对打的姿势，我收回了大威天龙，乔墨雨停下了大鹏展翅。百灵。乔墨雨站直身体，神情变得异常严肃，他眯着眼上下打量了百灵一会，才不确定地问道：鬼修，练出鬼丹的百年老鬼。鬼乃阴邪之物，只能在晚上阴气重之时露面，而鬼修则是学会道术的鬼，通过修炼不断加强自身阴气，厉害的鬼修可直接修出人体，能在白天立于太阳之下。讨厌，人家才不是百年老鬼，人家只是黄泉路上迷途的一缕幽魂罢了。百灵的鬼丹还是我帮他练出来的。自从鬼屋倒闭以后，我便让他去做100件善事积攒功德，功德够了就帮他修炼鬼丹。百灵也从一只喜欢骗渣男吸食阳气的女鬼，成了一个修道之鬼。你这冤家，人家好不容易攒下的身家，全让你给骗光了。你说说你要怎么补偿我？百灵伸出手指戳了戳我的脑袋，还不忘朝宋菲菲眨了眨眼。菲菲，那么久不见，见到人家为什么都不打招呼？就这样，原本我和宋菲菲的2人行变成了4人团队。出发前，我还特意向林瑞要了杨北星的照片，他妈妈来派出所报案过好几次，林瑞对杨北星的印象也比较深刻。为了吸引诈骗组织的注意，我们几人都穿得很朴素，乍一看就像是还在念书的大学生。我们刚出机场，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毕竟在缅北，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是非常稀少的。宋菲菲明艳大气，百灵娇俏妩媚，我道门刘亦菲，乔墨雨就是个搭头，平平无奇，不值一提。在拒绝了第8波搭讪的人以后，我和乔墨雨对视一眼，双方都有些欣喜。眼露3白，面带横肉，青筋外露，浓眉压眼，好一副穷凶极恶、心狠手辣的杀人犯面相啊！乔墨雨也满意地点点头，不错，头尖额窄无贵相，天中低线一生不济，面小鼻低，唇不包齿，性情暴躁，豺心狼形，就是他了。这家伙手上起码沾了10条人命，选他吧，没错的。个子矮小、容貌猥琐的男人很快就走到了我们跟前，一开口果然是一副破锣嗓：找工作吗，小姑娘？我们公司在招聘模特，包吃住，1个月有3万工资，你们几个这么漂亮，不当模特真的可惜了。百灵扭了扭腰肢迎上前去，一开口就是绝杀：真的吗，哥哥？你不会骗我们吧？人家可还是大学生呢。这声哥哥百转千回，听得那男人腿一软，差点当场跪下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叫赵刚，你们可以喊我赵哥。我们公司是这里最大的模特公司，我哪能骗你们几个小姑娘呢？我们几人对视一眼，神情都有些犹豫。赵哥见状，直接上手接过了百灵手中的行李。哎呀，你们刚来吧？走，你们想去哪我送你们吧。等你们找到酒店了，就去我公司看看怎么样？
我们公司就在市中心，最高那一栋楼就是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连忐忑地上了赵刚的小面包车，车子刚开出机场，后头就跟了另外一辆黑色面包车。我瞄了一眼，看到那车里大概坐了4、5个壮年男子，赵刚旁边还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男孩，看样子也就是20出头，皮肤黝黑，浓眉大眼。百灵凑上前戳了戳他的肩膀，这小伙子便从头红到了脚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块烧红了的木炭。小哥哥，你真的可以带我们做模特吗？男孩畏缩地瞄了一眼赵刚，不敢说话。赵刚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这是我侄子赵磊，闷葫芦一个，半棍子打不出屁来，让你们见笑了。百灵抽了抽鼻子，对着赵磊甜甜一笑，小哥哥身上有股特别的味道呢。赵刚神色莫名地瞥了百灵一眼，随即转过头继续开车。车子越开越偏僻，我们几人都有些慌张起来。我装作害怕地拍了拍车窗，停车，这不是去市区的路，你们要把我们带去哪里？快停车！哎呀，别紧张，我们公司今天在山区有个广告要拍，我带你们去看看拍摄基地。赵刚头也没回，继续将车子开得飞快。我想打开车门，却发现车门已经被锁死了，车窗也摇不下来。这下其他人都开始慌了，百灵都快急哭了。你们停车呀，赵哥，你要带我们去哪？人家好害怕，呜呜，叔，要不你放了他们吧，我看他们还都是学生呢，叔。闭嘴！赵刚一巴掌甩到赵磊脸上，赵磊一僵，然后开始浑身抽搐起来。他嘴里发出呵呵的声音，脖子上的青筋凸起，眼珠子也瞪得老大。他用力揪着自己的胸口，脖子仿佛被人掐住一般上不来气。挣扎半晌，赵磊终于艰难地转过身来，喉咙喝了几下，才勉强挤出几个字：快跑！话音刚落，他脸上的皮肤开始剧烈抖动，好似底下有什么东西活过来一般，而原本白皙的眼珠子上则是密密麻麻长满了黑线。啊，鬼呀！百灵终于忍不住，抱住宋菲菲，开始大声尖叫。赵刚依然握着方向盘开车，见我们几人被赵磊吓得魂飞魄散的样子，他露出一口大黄牙，得意一笑：这不是鬼，是降头术。东南亚降头术听过吧？降头师会把降虫放进你们身体里，如果你们不听话，就和他一个下场。皮肤下有几万条小虫子在爬的感觉，你们应该不想是吧？乔墨鱼脸都白了，他用力捏着自己的包包，吓得全身都在哆嗦。降头术？不可能！老实说，这都是封建迷信，不可能有这种东西的。这狗日的演技都快赶上我了，不行，我不能输！呜，我不要被虫子咬，放我回家，我要回家！在我们4人的一片鬼哭狼嚎中，车子平稳前行，而赵磊在位置上挣扎了一会，也逐渐恢复了正常。到了，下车吧！我们4人手拉着手，像受惊的鹌鹑一样下了车。至此，一个盛大的人间炼狱也向我们打开了它神秘的大门。呵，赵哥，牛逼呀！这么极品的货色，你从哪里搞来的？厉害！对了，老板刚好在找你呢，你赶紧过去。赵刚一下车，就有不少人上前和他打招呼，而其余人的视线则都落在了我们4人身上，贪婪、垂涎和狰狞爬满了他们的脸。我低头缩肩站在一边，眼神却不住地朝周围扫射。这地方在一片深山老林中，停车场旁边是几排旧楼，这些楼都不太高，5、6层的样子。而离这里不远处有一栋楼特别显眼，金碧辉煌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家装修高档的星级酒店。赵磊，你带他们去参观一下，参观完就送笼子里 ，S 号笼子，别搞错了。赵刚吩咐完赵磊，就招呼了2个5大3粗的男人跟着我们。赵磊低着头，不敢和我们对视，他木着脸转过身，示意我们跟上他的脚步。公司根据你的赚钱能力会给你分级，最高是 S， 其次是 A、B、C， 最差的是 D 级。这是水牢，专门拿来关地级人员的，用来向他们家里人要赎金，等实在要不到赎金了，赵磊顿了顿，就会被拆开，卖去黑市，拆开。百灵有些茫然，宋菲菲俯下身小声说道：就是被嘎腰子，卖器官。我和乔墨雨都没有说话，我站在水牢的长廊上，用力捏着拳头，指甲掐进肉里，掌心的刺痛让我清醒了几分。我他妈！乔墨雨没忍住暴走了，我假装害怕的用力抱住他，在他耳边低声警告：冷静点。赵磊身上被人下了是心想，还不知道这鬼地方有多少降头师呢，别打草惊蛇。狭窄的水牢中关着一个又一个形容憔悴的人，脸色发白浮肿，不少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溃烂。说是牢房，其实和笼子没多大区别。这些笼子也就1米左右高，人只能蹲坐在里头，脖子上都被锁了铁链。而那些淹没了他们半个身子的水，颜色发黄，上面漂浮着不少老鼠的尸体和人的排泄物，又腥又臭，闻一会就让人想吐。见我们进来，水牢中的许多人连头都没抬一下，偶尔有几个人转过身来，也是神情麻木，一脸呆滞。他们似乎都已经失去了求生的欲望，变成了一具具行尸走肉。赵磊叹了口气，不听话的女人下场往往比男人更惨很多。你们既然来到这个地方，就别想着要跑了，跑不出去的，只会让自己多受一些折磨。好好听话，认真干活，才能活得久一点，活得像个人一点。
接下来，赵雷又带我们去看了那些试图反抗的女人，一个个衣不蔽体的女孩，浑身是血的躺在简陋的木板床上，脚上带着锁链，都是一样的麻木和绝望。下马威完了，赵雷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。房间放了2张上下铺，空间狭小逼仄，因为没有窗，味道非常难闻。房顶挂着一个摇摇晃晃发黄的灯泡，这屋子很简陋，可是和水牢相比，却又好上了许多。你们休息一下吧，等会经理空了，会有人带你们去见他。赵雷锁上门，转身离去，没走2步，他又反身折了回来。记住，要听话，不然你们会被送去斗兽场。赵磊刚走，宋菲菲就爆发了：卧槽，这帮畜生！我忍不了啦，实在是忍不了，直接搞颗原子弹来，都给炸了吧！百灵也脸色难看地坐在床上，地狱空荡荡，魔鬼在人间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地方比地狱还可怕。我心头沉甸甸的，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一样，喘不上来气。这地方到处都是这种黑心公司，利益错综复杂，我们能解决掉一个，恐怕没法解决掉全部。乔墨鱼也恨得咬牙切齿，能救一个是一个，看不到的没有办法，但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全都要救。呵呵，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，你们要救谁？昏暗狭窄的屋内响起了一道低沉的男声，我抬头朝墙角看去，然后沉默了。4个人8只眼，你们就没一个人发现这屋里装着监控？出师未捷身先死，相顾无言泪两行。4人面面相觑，气氛一时间有些沉默。不一会门被打开，我们几人坐着电梯，很快就来到了顶楼。极品，真是极品！我有好多年没看到过这么好的货了。你们刚刚说要救人，该不会是记者吧？面向窗户的沙发转了过来，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坐在沙发上，他惊喜地从头到尾挨个打量着我们，神情越来越满意。我上前一步，昂首挺胸地正视着他。没错，我们是记者，这次的目的就是要揭发你们的罪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中年人捧着肚子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他笑了一会，才掏出手帕擦了擦胖脸，伸手按了一桌上的电话，请黑大师过来一趟。挂完电话，他继续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几人。小姑娘啊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超出你们认知的。没有黑，哪来的白？没有罪恶，又怎么会有正义呢？一天天的，别想着拯救别人了，看，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吧。和想象中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不同，这个胖子不但长得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，说话也是和颜悦色的。他挂完电话没多久，敲门声响起，一个穿着黑袍的干瘦老人走了进来。他刚一进门，百灵就躲到了我身后。黑大师，辛苦你跑一趟，这次的货实在是漂亮，我怕他们不听话，坏了品相可就不值钱了。干瘦老头眼眶深陷，皮肤黑黄，脸上坑坑洼洼，一张嘴就连牙齿都是黑色的，乍一看不像活人，倒似个恶鬼。他凝神打量了我们一圈，才对着胖经理点点头。可以，就下个花蛇祥吧。我心中顿时一凛，花蛇酱是酱竹中非常阴毒的一种，专门针对女子。中了花蛇酱的女人，每天都离不开男人，只要一天不碰男人，全身犹如万重蚀骨，每一寸皮肉都会奇痒无比。花蛇酱发作时，中酱的人如果得不到缓解，就会抓烂自己全身的皮肤，极度痛苦时，甚至会活活抠出自己的眼珠。只是这花蛇酱不太好下，而且材料十分难得。降头师会培养一种名为花蛇的毒蛇，这些蛇从小就需要用8字全阴男人的血液喂养，喂满9981天以后，蛇身上会长出大片大片花瓣般的纹路来。而下降头也非常简单，让花蛇从人的嘴巴里爬进去就行了。你们也是运气好，我前几天刚养好3条宝贝，刚好一人1条。老头从怀里掏出个黑色的瓦罐，还没等他打开，胖老板坐不住了：黑大师，这个人啊！百灵调皮地朝我们眨眨眼，看来这家伙用了鬼遮眼，遮住了这降头师的眼睛。降头师对自己的降蛇有感知，而鬼乃是一团阴气所化，并无实体。花蛇根本没法进入百灵体内，所以与其让降头师发现百灵的不对劲，不如提早一步，直接让降头师看不到百灵。我悄咪咪对百灵竖起一个大拇指。胖大叔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一直都是3个人啊！我假装害怕地看着胖老板，还不忘朝宋菲菲和乔墨雨使眼色。这下胖经理慌了，他伸出手指，惊恐地指着百灵：这么大个活人，你们都看不见？然后在他颤抖的手指中，百灵化作一团黑雾，就那么凭空消失了。鬼呀！胖经理违背地心引力的作用，从椅子上蹦出1米高，他3步并作2步冲到黑大师身后。黑大师，你不是说我们园区布了什么灭魂阵法吗？人死了以后，魂魄会直接被阵法绞杀，不然天天死人，这里早就变成鬼怪乐园了。灭魂阵法，能布置灭魂阵法的道术绝对不会低。看来这地方还真是卧虎藏龙啊！不但有降头师，还有邪术师。当黑大师再三确认自己没看到百灵以后，胖经理人都恍惚了。是我看错了吗？那么漂亮一个女人，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。这时门外又走进来一个年轻男子，打断了胖经理的发证。经理，赌场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今天就把人送过去吗？胖经理瘫坐在椅子上，无力地挥了挥手，等黑大师忙完就送过去吧。赌场？宋菲菲傲娇的一别头，我不去赌场，我要去电信诈骗部。
刚刚那么一惊一下，胖经理早就没了耐心。你他妈以为这是你家呀？还能自己选？再逼逼我，我可以给你骗1个亿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试试又不吃亏。在宋菲菲的据理力争下，她被单独带走去了电信部门。胖经理脸色很难看，嘴里一直喃喃着说要去找什么周大师来给自己看一看。我和乔墨雨则是跟着黑大师走了。他在这地方似乎地位极高，路上经过的人看到他都恨不得贴着墙跟走。路上我们还碰到了赵磊，他徒劳地伸了伸手，嘴巴张了半天，却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站在那捏紧拳头，静静地看着我们远去。2个人3条蛇，我老黑也难得怜香惜玉一次，你们自己挑吧。黑老头极为宝贝地从罐子里拿出3条婴儿手指粗细、1掌长的小蛇，这几条蛇颜色各异，有蓝的、绿的，还有条白色的。你别说，再配上那鲜红的花瓣纹，长得还怪漂亮的。我朝乔墨雨抬了抬手，你读书好，你先来吧。乔墨雨抽了抽嘴角，你个子高，还是你先。你是大学生，你先。你力气大，你先。你头发长，你先。你眼睛大，你先。你年纪小，你先。闭嘴！老黑忍无可忍地一拍桌子，站起身，别敬酒不吃罚酒。那就一起来吧。我和乔墨雨只能捏着鼻子将那蛇吞了下去。他选了一条绿色的，我选了条白色的。蛇刚一入腹，就窜到了我的丹田之中，然后缩在那儿不敢动弹了。乔墨雨的血是道门中极为难得的3清血，这种血质纯至净，蕴含阴阳，是邪物的克星。而我8字纯阴，血也是道门中极为难得的至阴之血。阴阳之道，周而复始，阴极生阳，阳极生阴。我的血中富含着出阳的长生之气，这气澎湃浩然，可克尽一切邪祟。就这么说吧，我和乔墨雨以后老了啥也不干，光卖血就能活得挺滋润的。所以这蛇一入我的身体就不敢动了。这还是我用自身真气护住了它，不然估计不到1分钟它就得嘎。吞完蛇，我和乔墨雨哭哭啼啼的被人拉到赌场去了。原来赌场就是我之前看到的那一幢富丽堂皇的酒楼，接应我们的是一个30出头的女人，长相普通，身材却非常撩人。她让我们喊她红姐，红姐看到我和乔墨雨非常满意，更是放言要把我们培养成花魁。这个赌场叫红楼，里头有许许多多漂亮女孩，她们负责陪前来赌场消费的客人吃喝玩乐一条龙，而他们的 KPI 就是看谁能让客人消费更多的金额。所以这些女孩得绞尽脑汁，想办法让客人在赌场输掉更多的钱。但是输钱了，那些客人心中不高兴，很多都会拿女孩子撒气，玩的一个比一个变态。可是业绩完不成，又会被组织变着花样的惩罚，业绩最差的甚至会被卖到斗兽场。对于这些女孩来说，不论选哪条路都是绝路。斗兽场是这地方的一个特色，能让所有人谈之色变。我和乔墨雨也是问了红姐才知道，原来所谓的斗兽场就像古罗马的斗兽场，只不过斗争的对象换成了普通女孩和野兽，猎狗、毒虫、蟒蛇、熊、狼，还有其他各种野兽。许多有着特殊癖好的人喜欢看柔弱的女孩在野兽爪下哭泣哀嚎，最后被撕碎。我和乔墨雨被红姐带着去换了衣服，还是2套蓝白相间的水手服。不错，真不错，像你们这种清纯型的长相最受亚洲人的喜欢了。红姐看得满意不已，为了让我们好好工作，她还特别大方地请我们去食堂吃饭。这片园区里有食堂、饭店、KTV、红灯区、超市，甚至还有商场。在这里工作表现好的人，不但能吃得好住得好，组织上还会发提成和奖金。只不过这奖金没法带走，只能在这片园区里使用。看到那年轻人了没有？他呀是咱们这上个礼拜的销冠，猜猜他完成了多少业绩？1.5个亿。红姐伸出5个手指，极为羡慕地看向端着盘子静静坐在一边吃饭的年轻男子。我顺着红姐的手指方向看去，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杨北星，是杨北星这小鳖孙，看样子他过得挺好，暂时应该不用我们拯救了。上个月他被打得老惨了，关狗笼，吃狗剩下的饭。后来他开窍了，现在住着有空调的单间，也能来食堂吃饭了。你们俩呀，好好干，姐看好你们。饭没吃几口，空中响起了震耳的鞭炮声，不一会，空中居然放起了烟花。我和乔墨雨看着窗外一脸的疑惑，天才刚黑呢，就放烟花了。红姐有些眼红，这是庆祝开大单了，看样子好像是电信部那边，最近的电信部可真牛啊，我们红楼是赶不上了。这时，一个端着盘子的眼镜男从我们身边经过，红姐赶紧拉住他，你们部门又开大单了。眼镜男点点头，眼神中还有几分茫然，是一个今天刚来的女孩，长得还挺漂亮。她随便打了几个电话，就搞到了3000万。我看她也没啥技巧，就说了几句什么自己手头不方便，需要点零花钱，然后3000万就到账了。不得了不得了，部门里这是进来了一棵摇钱树啊！一听她说的，就是宋菲菲这250，有钱就是好啊，不用吞蛇，也不用穿水手服，一上来就可以当销冠了。我和乔墨雨听到这话，忍不住跟着红姐一起羡慕嫉妒恨。红姐对我们还算和善，吃完饭她让我们回房休息了一会，说晚上8点准备接客。红姐刚走，百灵就飘了过来。
他一改往日的未语先笑，鬼脸有几分严肃。这里阵法太多了，不但有灭魂阵，还有聚财阵、养阴阵、引魔阵，各大阵法重叠，阵眼也都极为隐蔽，要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清除，恐怕不是1天2天的事情。而且这里的人都有枪，火力很足，咱们双拳难敌群枪啊！我们想自己跑掉很简单，但是如果要救人，则是难如登天。我和乔墨雨坐在床上苦思冥想，一时间也想不到什么好主意。呀，你们俩这是玩制服诱惑呢？百灵这才注意到我们身上的衣服，他捂着嘴咯咯咯笑得像只老母鸡。哎呦，你别说，还怪好看的。我烦躁地翻了白眼，行了行了，你先去打探打探地形和环境，小心那布置阵法的周大师，他道行不浅，干不过就跑。百灵哼着歌走了，走之前还不忘在我和乔木鱼脸上一人掐了一把，好好陪大爷们乐呵乐呵。姐姐我走了。我和乔木鱼板着脸走出卧室，脸色看起来不像去上班，更像是去上坟。红姐狠狠拧了下我腰间的软肉，我还没什么反应，乔木鱼已经原地蹦出3尺高，哎呀，杀人了！疼疼疼！红姐伸出的手停在半空中，她一言难尽地看着乔木鱼，这么点就疼了？那以后可有你受罪的时候。行了，别哭丧着脸了，今天晚上来的可是大客户，不想去斗兽场的就给我笑。我和乔木鱼笑得比哭还难看，两人扯着嘴角一前一后地跟在红姐身后，心里忍不住将这个园区的老板们骂了800遍。我要陪的客人是一个矮矮胖胖球一样的中年男人，乔木鱼的客人则是又高又壮，身上全是纹身，一看就有暴力倾向。红姐喊着客人杨老板，听他意思，他手底下开了好多家煤矿。而乔木鱼的客人则是做军火生意的，听说在缅北非常出名。杨老板毒瘾很大，技术却稀烂。其实他技术差只是一方面的原因，这赌场内布了招财阵，只进不出，就算是赌神附体，也只能输光裤子出去。阿朱姑娘要不要玩2把？阿朱是我的艺名，乔墨雨的艺名则是小雨，比我的土多了。真的可以玩吗？我不太会。没事没事，输了算我的。那如果赢了呢？杨老板拍着肚子哈哈一笑，赢了自然算你的小费。见杨老板那么大方，乔墨雨的黑老大也笑着摸了摸乔墨雨的脸，你赢了也算你的。我和乔墨雨立马激动了，乔墨雨更是连自己被摸了下脸都不计较了，找了个借口说要上厕所。我和乔墨雨开始分头行动，往貔貅嘴巴里塞符纸，在阵眼的发财树盆里插进一把匕首，偷偷把八卦镜上下调个位置。我和乔墨雨满场飞，很快就将赌场的招财阵法破坏了七七八八。豹子，通杀，梭哈 ，all in， 3条 A， 吃你的同花顺！啊哈哈哈！自摸清一色，糊了。到最后，我和乔墨雨身边已经挤满了人，红姐在一边眼睛都快眨抽筋了，我还坐在赌桌上不肯下来。阿朱姑娘，我看你也玩得差不多了，要不下一把？我一巴掌按在杨老板脸上，将他推开。呸呸呸！没看见我风头正好吗？来来来，接着奏乐接着舞。怂包，是不是男人？是男人就跟我下500万。天哪，赌场实在是太好玩了！为什么以前没人告诉我赌场这么好玩？当忍无可忍的红姐派人把我和乔墨雨从牌桌上绑下来时，我面前的筹码已经堆到了8000多万，乔墨雨的也有7000万。短短一个晚上，我们俩就能搞1.5个亿。天哪，这比抢银行还快呀！红姐一直向杨老板和黑老大陪着笑脸，杨老板却笑嘻嘻的摆摆手，没事没事，阿朱姑娘挺有性格，我喜欢。我一脸谄媚的看着杨老板，杨老板大气，真男人，纯爷们。那我赢来的那些钱，红姐掐了我一把，将筹码用盒子装了，恭敬的送给杨老板和黑老大。辛辛苦苦一整晚，居然是替他人做嫁衣裳。乔墨雨疯了，他挣脱开架着他胳膊的人，冲上去就要抱那一箱子筹码，我的钱啊，我的7000万！别闹了！红姐沉下脸，让人拿过一瓶酒朝我和乔墨雨嘴里灌，别灌我，我不要喝！呸呸呸！咦，茅台？哎，别拿走啊，再来点。这赌场可真有钱啊！随手拿瓶酒，居然就是茅台。杨老板得罪了，这2个是新来的不听话，我让玫瑰和茉莉来陪你们。红姐揪着我的耳朵，怒气冲冲带着我和乔墨雨回房间了。我俩被摔在地上，红姐像换了个人一样，冷冰冰地盯着我们。也许这才是她本来的面目，红楼大姐大。既然你们给脸不要脸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红姐冷笑一声，眯着细眼将我和乔墨雨从头扫到脚。花蛇在体内快要发作了吧？酒能让花蛇更加兴奋呢，万重是心的滋味，今天就让你们尝个痛快。万重是心，花蛇，完了，把这事情给忘了。我和乔墨雨对视一眼，比拼演技的时候到来了。啊！乔墨雨惨叫一声，捂住自己的脑袋，然后开始满屋子打滚。我也不甘示弱地躺在地上不停抽搐，试图表演一个羊癫疯病人。抽到后来，我实在是没劲了，乔墨雨也滚不动了。他屁股一撅，我就知道他要放什么屁，于是我先下手为强，大叫一声以后，两眼一翻，就地晕倒。累死我了，全身抽筋比打滚累多了，早知道就选打滚了。不一会，乔墨雨也坚持不住，趴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我怀疑这家伙趁机睡着了。
红姐走上前踢了踢我，见我没反应，她伸手招呼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保镖，今晚盯好了，他们晕过去了就用水泼醒，一定要让他们痛上一整晚，明白了吗？红姐带着她的手下走了，我一咕噜从地上坐起身，和站在一边准备伸手来掀我裙子的保镖撞了个脸对脸。大哥，你这是干啥？黑衣保镖狞笑一声，醒了好，就是要醒了玩着才有意思。我和乔墨雨正好满肚子气没地方撒，当下立刻来了精神，把这黑衣男当成了沙包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已经晕过去了。我的7000万，7000万，7000万！乔墨雨使劲踢了几脚以后才瘫坐在床上，不好玩，没劲，赌又不让赌，哎，赌啥赌？办正事了。我一把拉起乔墨雨，刚才表演抽搐时我福至心灵，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这片园区阵法众多，要想破阵极为不易，但是再加一个阵法就比较简单了。5行引鬼阵，7星招魂阵，我和乔墨雨到时候在这园区多布置一些阵法，直接把方圆几百里以内的鬼全都引来。这园区里的灭魂阵法只对刚死的生魂有作用，而另外那些死了几年几十年的老鬼，灭魂阵是没法对付的。乔墨雨听得眼睛发亮，他一拍床铺，兴奋地坐起身，咱们直接把鬼门搬到这里来吧。鬼门是连接地府和人间之门，有些鬼魂在地府住厌了，没事情就会上人间溜达一圈，而他们出去溜达，则需要通过鬼门。人间的鬼门往往都在人迹罕至之处，以免冲撞生人。乔墨雨是地师传人，我是道门天才，我们两人想要搬个鬼门，虽然花费点力气，但是算不上太难。百灵布置5行引鬼阵和7星招魂阵，乔墨雨去搬鬼门，而我则索性在整个园区布了一个八卦迷魂阵。这阵法有点类似于鬼打墙，里面的人出不去，外头的人进不来。两人一鬼忙碌了一整晚，总算在天亮之前搞完了所有事情。我和乔墨雨躺到床上倒头就睡，两人睡得正香呢，门外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声，啊，有鬼啊！我瞬间从床上蹦起来就往外冲，门被人从外头锁住了，我直接跳起一脚踹坏了锁。乔墨雨也紧随在后，只见走廊上黑雾弥漫，原本的斑驳掉漆的墙壁上密密麻麻伸出好多漆黑的手，这些手一张一合，似乎想要抓住点什么东西。现在应该已经是凌晨了，天边露出一抹鱼肚白。这些鬼可真猛啊，这么早就开始上班了。整栋大楼都陷入了混乱当中，无数的人在那跑来跑去，不一会甚至响起了枪声。我和乔墨雨也加入了乱跑大军之中，跟在一帮魁梧大汉身后。这些大汉一边朝墙壁开枪抡凳子，一边踉踉跄跄地跑到了开阔的停车场。停车场此刻已经聚满了人，熙熙攘攘的人群让众人的胆量都大了一点。真是见鬼了！老子早上正在那蹲坑呢，感觉屁股有点痒，我伸手去挠，结果抓到了一只手，卧槽魂都给老子吓没了。你那算啥？我早上正对着镜子刷牙呢，结果镜子中的自己突然伸出手掐住了我脖子，哎呦，把我吓得当场吞了一杯牙膏水。都别说了，我早上正在找姑娘快活呢，坐我身上的姑娘脸突然就变了，眼珠子、牙齿、脸上皮肉噼里啪啦掉了我一脸，那眼珠子还掉我嘴里，让我不小心给吞了。我和乔墨雨听得津津有味，这可比网上的鬼故事刺激多了，真带劲。骚乱持续了好一会，胖经理出来主持大局了，他身旁还站着一个面无表情的老头。都别吵吵了，老板也在这呢。老板身边的周大师大家都听过吧？那是咱们缅北有名的大师，区区小鬼很快就能被除去了。看来那老头就是周大师了。我和乔墨雨对视一眼，不动声色地朝前走去。公鸡叫，鬼门关，出阳照，万鬼消。周大师低沉的公鸭嗓响起，马上就要到卯时了，等天大亮，鬼物就能退去，大家少安勿躁。听他这么说，身边的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周大师话说完没多久，天就越来越月亮，无数霞光从远处的山顶射出，众人都目视着远方，静静地等待着太阳升起。太阳没升起，黑雾升起了。只见无数乌云朝我们头顶翻滚而来，不一会就遮住了整片天空。原本微亮的天光，此刻看起来就像是夜晚一般。我掐着嗓子尖叫一声，不好了，周大师被鬼吃掉了！踩踏事件再度上演，恶鬼在前，什么老板、领导都已经不重要了，自然是小命要紧。众人没头苍蝇一样四散逃跑，好多身体弱一些的人被推倒在地，身上挨了好几脚。我和乔墨雨趁乱加入踩踏大军，其他人忙着逃跑，我们忙着踩人。此时能在停车场出现的，基本都是这园区的管理人员、打手和一些老员工。那些苦哈哈的打工人此刻都还被关在屋子里呢。有不少人开车朝着园区大门跑去，不一会又开回来了。胖经理脸色惨白地从副驾驶出来，不好了，园区大门不见了，变成了一堵墙。车子后座走下一个高挑精瘦的中年人，劈手就是朝他一耳光。慌什么慌？还不赶紧去找周大师！周大师此刻正在我和乔墨雨脚下呢，已经被我们踩晕过去了。毕竟他年纪大了，一把老骨头不经打。刚才混乱一起，他就被人推了一把，摔到了地上。论布阵道术，他可能还行，但是论打架，10个周大师捆一起也不够我打的。我停下脚，从周大师身上走下来，差不多了，这伤够他在医院度过下半辈子的了。
趁着混乱，我和乔墨雨劫持了园区老板，他身边忠心耿耿的跟着几个彪形大汉，被我3两拳就给放倒了。快把你的钱给我交出来！那老板一看心理素质就极为过硬，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呵呵，小丫头片子，还想学人黑吃黑？我一巴掌抽在他脸上，说什么屁话？我们是正道的光，黑你爹！这园区老板冷笑一声，闭上了嘴，被我怎么打都不肯开口。乔墨雨朝我使了个眼色，算了算了，咱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忙，先救人再说。我点点头，把这老板拖到一个角落里绑好以后，跟着乔墨雨离开了。我们刚走，他身边的助理就拎着个电脑跑了过来。我看着那助理身后娇俏的身影，嘿嘿一笑。百灵出马，马到成功。我和乔墨雨分头行动，他去水牢，我去斗兽场救人。宋菲菲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到处都没看到她的身影。我刚进斗兽场，就嗅到了一丝熟悉的令人心悸的气息。兽场的一层有许多笼子，左侧关着野兽，右侧关着一个又一个看不清原本面容的女孩。我按住胸口，只觉得心脏砰砰狂跳，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。昏暗的长廊越走越深，我拐了个弯以后，来到了最大的一个笼子前。笼子里关着几十个女孩，每个人手腕都被割破了，血水顺着地板逐渐往笼子中间靠拢。在那儿放了7个破碗，碗中漂浮着7朵艳丽的花苞，有一朵花苞顶部已经微微打开，看起来诡异又美丽。红艳煞，还是7个红艳煞。我将尖叫声吞回嘴里以后，转身就跑，好似身后有狗在追。红艳煞，千命田，100个无辜女子枉死的冤魂，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化为红艳煞，而红艳煞一出，这世上便无法可解。因为红颜煞似鬼非鬼，似妖非妖，更像是一个诅咒。上百个女人用她们的血肉灵魂发起的诅咒，这份强大的怨气，只有用整整1000条人命才能化解。千人死，红艳消。乔墨雨、宋菲菲、百合，快跑啊！看那花苞的形态，我们还剩下最多半个小时时间。刚跑出地牢，我就迎头撞上了赵磊，我一把抓住他的领口，快去救人！有颗导弹已经瞄准了这里，再有半小时就要爆炸了。和他们解释什么红颜煞，肯定没人听得懂，但是7个红颜煞齐聚，效果和导弹也是差不多了。很快，宋菲菲带着杨北星跑了过来，杨北星身后还跟着几个鼻青脸肿的年轻男孩。停车场里还停着好几辆大巴车，我们将救来的人胡乱往车里一塞，又继续朝水牢和红楼跑去。就这么来回几趟，那心悸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我按住胸口，拉住乔墨雨，来不及了，再不走，咱们都得死在这儿。但凡有点力气还能走几步的人，我们都已经救了出来。剩下的就是几个实在是受伤严重，只剩下一口气的。乔墨雨咬着唇朝水牢的方向看了看，片刻后狠了狠心，转过头走。在我和乔墨雨的指挥下，几辆大巴车快速冲出了园区。几乎是我们刚出园区，四面八方的乌云就黑压压地朝园区方向涌去。不一会，电闪雷鸣，云层中响起了阵阵惊雷声。快，再快点！车子开得飞快，身后黑色的雾气像潮水一般四处扩散，像一朵喷发的蘑菇云。不知道开了多久，天上的云层才逐渐散去，视线也开阔起来。我看了眼路标，我们已经开出这个小镇，来到了另一个镇子的交界处了。宋菲菲擦了擦汗，一屁股坐到我边上。这镇子以后估计得变成鬼镇了吧？咱们救了几百号人，那园区里怎么看都没有7000人这么多。千命田、红艳霄，这镇子是著名的诈骗镇，里面像那样的园区有好几十个。而红艳煞的首要目标，则是那些欺负过女人的恶人。因红艳煞而死的那些魂体，死后都会化作厉鬼。7000厉鬼，这地方以后阴气怕是比地府还重。哎，还是得麻烦师尊他老人家来布一个结界，到时候直接把这镇子给封了吧，免得有无辜的人误入。宋菲菲点点头，过一会跳了起来。哎呀，老子的3000万！百灵嘻嘻一笑，拎着个电脑从后头挤上来，叫声好听的，别说3000万，3个亿也给你。宋菲菲茫然地眨眨眼，原来这就是被钱砸的感觉吗？呜呜，灵珠大师，真的是你灵珠大师！就在这时，杨北星哭着冲过来，抱住了我的大腿，呼了我一裤子的鼻涕。我妈以前天天看你直播，我还说她脑子不好，搞封建迷信。我没想到脑子不好的是我，你居然跑来救我了！我嫌弃的一把推开他，你听听我的声音，耳熟吗？杨北辰一愣，有点耳熟，好像前一段时间被我骗了1.5个亿啊！灵珠大师，我错了！惨叫声在车厢内响起，众人都闭紧嘴巴，转过了头，假装在看窗外的风景。钱讨回来了，一不小心还发了波横财。乔墨雨乐得尖牙不见眼的，陆灵珠，下次有这种好事记得找我呀！我没工夫搭理他，我去缅北这几天被人骂上了热搜。大家都说我是个骗子，以前的一些路人粉也纷纷成了黑粉。毕竟一个会被电信诈骗的道术高人，怎么看怎么假得很。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打假博主主动 Q 我，要在下个礼拜直播打假，打的就是我。下个礼拜，卧槽！我之前在直播间说下个礼拜有一场法事，他不会跑那法事上来打假吧？那法事要是被破坏了，后果可就严重了。我赶紧给对方发了私信，
试图阻止他。私信发了没多久，我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，那博主年纪很轻，声音里是满满的志在必行。陆灵珠，你就等着我在几百万粉丝面前撕下你的脸皮吧。